制造业遭受巨大打击，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文化体育娱乐业更是遭受毁灭式打击，失业率大大增加的美国很难挺得过2022年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，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马斯克的预判，我看到了美国年内崩溃前景。今天我们把两条新闻叠加在一起，看看美国的前景。核心是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年内崩溃。第一条新闻很短，前几天有网友问马斯克下一次金融危机是什么时候，马斯克回复，我的直觉是可能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，但不会迟于2023年。第二条新闻比较长，1月4日，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时隔大半年再次突破100万，达到108万，令人震惊。如果加大检测，相信这个数据更会令人震惊，再翻几倍也有可能。美国的绝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，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，是不会去检测的。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却似乎不以为然。我们值得认真看看拜登说了些什么。他向美国民众说，奥密克戎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变种，但与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病毒都大不相同。但是你可以保护自己，接种疫苗，接种加强剂，我们有很多的加强剂，在公众场合戴口罩。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，你有必要恐慌。拜登还强调，如果你感染了奥密克戎，你可以控制它对你健康的影响程度。那些完全接种了疫苗且接种了加强剂的人，即便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也极不可能患重症。如果你接种了疫苗和加强剂，你受到了非常高程度的保护，所以我们可以担忧奥密克戎，但没必要恐慌。事实上，拜登说的就是谎言。美国最近的死亡人数也在翻倍增加，所谓接种了疫苗可以降低疾病的病症和死亡率，也就是哄人的鬼话。从拜登的讲话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拜登对于美国疫情根本无所谓，他关心的是疫苗接种。而美国国内民众的疫苗接种，以及美国向国外销售的大量疫苗，都将给美国医药财团带来巨大的利润。疫情越是严重，持续时间越长，美国的医药财团赚取的利润更是无法估量。而之前已经接种的那些疫苗，对于奥密克戎基本不起作用，那就需要新款疫苗。相信美国那些医药财团们已经全力以赴投入研发了。面对奥密克戎这种史无前例的传播力，新款疫苗的经济前景更是无限。那么依靠疫苗经济可以拯救美国经济吗？我想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当下的经济危机，但对经济结构的破坏也是极大的。美国去年和前年为了应对新冠疫情，已经超发了不低于8万亿美元的资金，美国的债务水平已经突破历史极限。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持美国政府还能正常运转，美联储迫于无奈，直接解除了债务上限，采取了不封顶的债务政策。美国认为，反正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，美国超发的货币将通过疫苗销售作为主渠道，由全世界消化，但这能消化多少？我们再把视线回到马斯克的预判上，他预测金融危机将在今年春天或者夏天爆发，但不迟于2023年。马斯克所说的金融危机，显然是指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危机。美国将处于今年金融危机的风暴眼位置。马斯克作为美国的世界首富，对美国经济实际情况一清二楚，但又不是美国体制内的人，那么他的预判应该是很客观的，不带有任何政治动机。马斯克的观点与我之前至少5期节目观点一致，
制造业空心化，超发大量美元，制造业遭受巨大打击。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文化体育娱乐业更是遭受毁灭式打击，失业率大大增加的美国很难挺得过2022年。这也许就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